这些都是换盆时剪下来的榆树根，用 PVC 管培育的几年，根芽粗壮，再去掉套管，将根露出来，在日光下阴根变为阳根，就可以动手玩了。玩根比较单纯，玩的形式也多种多样，但玩的过程中考虑的重点是根的生长特点。像这条根，把它弯下来，玩一个小淋水应该不错。玩好提根盆景有几个主要步骤。制作的第一步，把入盆的根调整好，过长或老根要尽量的剪短，根之间不要缠绕，要考虑好上部的根的调整。这个桩有3条根，把这2条小根先提出来。第二步，把根缠上布条。玩树根不管根的大小，一定要缠上布条。一是因根含水分多，在整形过程中外表皮容易开裂；二是根在生长过程中一旦产生线丝，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修复，而且以后或多或少的会留下痕迹。把铝线缠上。玩这种提根，盆的大小要与根干成比例，盆能小则小。以后养的过程中主要是控，要控制枝干的生长，保持根干比例协调。第3步，对根的走向进行调整。这一盆完成淋水，要形成淋水的舒适，要把主根的大方向定好。在调整的细节上，确定好盆景的重心，调整过程中从头到尾都要以此为重点。根怎样变化，要依据个人的欣赏。抽完盆景的朋友总感觉不好下手，这里有几句话可供参考。在盆景造型中，不失总体的舒适，不失重心，能四面观赏，这些就是你入手的重点。尤其是四面观形，在对盆景的认知不是很深时，开始就把自己禁锢在盆景定型所谓的正反面，从树桩某一面简单的表象去确定整体的表现形式，就很难发现这个树桩隐藏的另一种美。玩盆景是一种愉悦，陶醉在自己的感觉中，自己认为好就好。曲折迂回也好，龙蛇飞舞也行，但曲折要自然，飞舞不能超出自然的规律。第4步，对枝干的调整。枝干与根的比例要把握好，枝干的比重要尽量小。像这个部分就要把它剪掉。枝干部分要简洁，变化要大，但变化要紧凑，达到缩拢成胜的效果。枝干的比重小，才能突出根的大，近看才能有远景之感。主根调整好，对待其他配根进行定位。主根是大方向，其他根的布局也相当重要，可以弥补主根在变化中的缺失，呈现出一个更有立体感的空间。制作基本完成，接下来养的重点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控。像这种盆景，根的增抽基本停止，控的目的是放缓枝干的生长速度，尤其是它的增抽，要始终保持与根的比例不失调，使根逐渐木质化。好了，关于提根盆景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龙茶，感谢您的关注，下期见。